买一台旅行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让我回答，其实就简简单单4个字儿：能跑能装。那这2个任务呢，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好实现。所以我找来了一台最近特别火的享界 S9T， 看看它能不能完美实现。首先，能装很重要。旅行车最爽的一点就是可以保持轿车的操控和驾驶习惯，但是呢，又有着比肩 SUV 的空间装载能力。所以，享界 S9T 作为一台旅行车，能装是基本条件。那最大容积729升的后备箱，可以轻轻松松放下9个20寸的行李箱。那如果你还嫌不够用的话呢，在后备箱轻轻一按，你就可以一键电动放倒后排座椅。那接下来你就获得了一个1677升的装载空间。这个空间从野外露营的帐篷到游山玩水的自行车和皮划艇塞进去呢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它的后备箱高度比 SUV 低了不少。那不管是搬轻的还是重的物品都会轻松不少。那以及呢，它还有着一个38升的前备箱，也给你做到了电动弹开和电动吸合，充满了优雅的仪式感。除了空间上的能装，其实旅行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能装，那就是不仅空间能装，格调也很能装。那享界 S9T 这个造型呢，可以说的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上得了 CBD， 下得了厢，看起来沉稳又大气。那 B 柱以后的部分呢，则是旅行车的精髓，修长的车身，运动的姿态，表达的全部都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当你开着一台旅行车出街，哪怕你一年开着它旅行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别人也会觉得你很懂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装到了？其实相比能装我觉得能跑也至关重要。那燃油车时代的旅行车，大家可能年轻气盛一脚油门就是开，到了目的地呢，也累得不想动弹了。而到了新能源时代，驾驶辅助的加入呢，好像是如虎添翼，日行千里也不会觉得疲惫不过呢，能跑多远，其实还是得看续航。那享界 S9T 呢，同时有着增程版和纯电版2种，增程版的纯电里程就有着354公里，而综合的续航里程突破了1305公里。不过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同样好奇纯电版的享界 S9T 究竟能跑多远呢？今天我们就开着这台纯电版的享界 S9T 来上一场续航以及辅助驾驶测试，来看看从河西走廊上的明珠张掖一路开到兰州，它的旅行能力有多强。我们今天拿到呢是一台享界 S9T 的 Ultra 版本它全系呢标配了100度的聚锭电池，4驱版本纯电续航最大是701公里。那我们今天的轮毂呢是20寸的，搭配了米其林的轮胎。那如果说你对于续航有着更高的追求呢，2驱版的 Max 呢则可以提供801公里的 CLTC 续航。当然你可以选装4驱系统。那现在呢我们正在给这台车补能，充满我们即刻出发。那现在我们已经充满电了，这台车表显的 CLTC 续航呢剩余701公里。那我们的测试条件呢是空调24度，然后风量自动，循环也自动。那我们的驾驶模式呢是舒适，悬架高度是标准那现在我们把表显清零，然后呢全程高速，咱们出发，看一看究竟把这台车跑趴窝能跑多少公里。踏入张掖就好像走进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自然画卷。张掖的湿地是大自然的馈赠，广袤的绿洲上呢，绿意盎然的植被与蜿蜒的水道相交织。张掖呢，还有就是遗迹，每一处呢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在这里自驾旅行，宁静祥和之感扑面而来，展现的是荒漠与绿洲的奇迹共生。那并且呢，在这里开着享界 S9T 旅行，真的是一种享受，因为你可以深刻感受到自然的雄壮与生命的渺小。OK， 我们现在已经驶上高速了。那开上这台享界 S9T 呢，首先这台车的行驶质感，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高级。因为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面时，你就发现它的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这个独立悬架，配上全系标配的空气悬架以及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那它们过滤震动的效果非常棒，非常的细腻和高级。那并且呢，今天我们从张掖出发到兰州，那导航显示是在500多公里，那行驶时间呢预计也是6个多小时。但是呢，经常跑长途的朋友肯定知道，实际上我们在长途驾驶当中呢，这个驾车的时间肯定是要增加的，因为路上还要休息和充电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呢，其实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1箱电就可以跑很远，基本上跑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通过这个呢，其实我也想告诉大家，
就是目前呢，大家去买一些新能源车型，没有必要去过度的追求长续航。例如这台想见 S9T 700-800公里的这个续航水平，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首先啊，你看。在国内呢，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基建和补能体系，并且这台车它有着这个800伏的全系标配的这个超充系统，在纯电车型上啊，所以它的补能速度是相当之快的。那以及再配合上这么长的一个行驶里程，所以基本上你是不用为续航而担心的。那就在刚刚，我们的续航测试是已经过半了，续航里程过没过半我不好说，但是咱们的电量是仅剩一半了。那从100%到50%这一段的电量呢，我们一共行驶了286公里。那我们的平均能耗呢是17度左右。那照这么推算啊，这一台想见 S9T 的纯电4驱版啊，它综合的续航里程到达570公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空中是下起了大雨啊，所以下半场的续航测试，这台车究竟会交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卷？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那终于啊，我们是到达了兰州，刚刚从兰州北收费站下来。那截止目前为止呢，我们一共行驶了481公里。那 CLTC 续航的目前表显显示还剩150公里，所以这台车的综合续航里程突破600公里，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那并且呢，我们的平均能耗只有15.4度，所以我觉得想见 S9T 它的能耗控制还是有点厉害的。那以及啊，在这481公里当中呢，其实有接近470公里全部都是高速，因为在上高速之前，我们大概有10公里左右的国道行驶啊。那并且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接下来还会行驶大约20公里的高速行驶里程，因为从兰州北的收费站到兰州市区还有着接近20公里的高速，我们将从这个京藏高速转向连霍高速啊。那所以到兰州市区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看，伴随现在这个大雨天气，这台车的续航究竟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水平？那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行驶里程呢已经突破了600公里，但是 CLTC 的续航里程表显居然还剩16公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继续转圈，然后等待这台车的趴窝，静静等待。那终于我们在外面游荡了半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停车场。你们猜猜现在续航里程来到了多少？627.9啊！天哪，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我们接着来，在停车场接着开启我们100米一圈的续航增加。完了。他趴在这个位置了，628.6公里，哇，他停下了，还能动，他可以冲向充电桩，我靠，他可以实现这种微调，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哇，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宣布他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了啊。那现在我们一共的表显续航是628.7公里，我们的平均能耗是100公里，15.1度。续航测试结束了，现在我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成绩。那这台 CLTC 续航701公里的想见 S9T， 它今天一共行驶了628.7公里，续航达成率呢是89.6%啊，我觉得这个续航能力还是十分能打的。那并且呢，刚刚我们给这台车已经补能完毕了，在华为的600千瓦的液冷超充桩上，这台车从0充至100%共用时56分钟，其中从0充到60%的这个部分仅用时19分钟。那我觉得这个充电速度呢，800伏的超充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所以作为一台纯电旅行车，拥有这个续航能力以及补能效率，你们觉得满意了吗？
昨天帮大家测试了这台车的续航能力啊，那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台享界 S9T 的城区辅助驾驶能力。那从硬件上来说呢，这台车配备了192线的激光雷达，加上3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那当然，它还有3个分布式的4D 毫米波雷达矩阵，以及2个4D 毫米波的角雷达。那当然，它还有着11个摄像头以及12个超声波雷达，还有着4个麦克啊，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36个高精度传感器。那对于路况的识别和把控还是相当准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现在带大家来体验一下这台车的辅助驾驶能力究竟有多强。我们的辅助驾驶测试呢，这一次从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发，那会途经包括敦煌艺术馆、中山桥、黄鹤楼以及最终的目的地黄河母亲雕塑啊。那一共的里程呢是33公里，历时是1个小时10分钟。我们准备出发。这台享界 S9T 上面最新的这个华为 ADS4 现在已经是车位到车位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路边停车位，我们可以原地开启它的这个辅助驾驶。OK， 显示智驾领航已激活。OK， 它自己出车位了。哇，左侧有个宝马X5，好，避让成功。OK， 我们正常顺利的起步啊，非常的规范，打了转向灯，然后向左慢慢变道。那同时，因为我们现在要保持直行，所以整个是 OK 的。那这一次的辅助驾驶测试呢，之所以选在兰州，因为我觉得兰州这座城市其实相当的特别。那首先呢，它的地形很特别，因为它拥有这个非常多不同的地形特征，那包括多面环山，包括很多的路桥隧，以及它的这个非常特别一点就是这座城市它没有很多的高架啊，它高架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地形条件的限制，所以它的路面的测试条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路况很特别，因为整座城市呢，他们的驾驶风格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激进的。那如果说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辅助驾驶测试，例如在重庆，它是这种路况复杂、地形复杂；那在武汉是驾驶员比较复杂。那在兰州呢，我觉得就很好的融合了这2点，就是路况也复杂，驾驶员的这种驾驶风格也非常的复杂。所以相对来说呢，在这样一个复杂路况当中，我相当期待这台享界 S9T 上面的 ADS4，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究竟在地面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水平。那很快呢，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一个途经点啊，就是敦煌艺术馆。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发觉右侧呢，其实是一个右转的大掉头的一个路口啊。那并且在这边可以看到桩桶居然摆在路中间，然后阻拦住了自行车，那它就会向这种机动车道来进行侵入。那同时呢，右转路口我们需要时刻注意避让右边的这种自行车啊以及行人。好，哇，还有车速非常非常快的摩托车。好，它进行了一个刹停动作。OK， 但是为什么说驾驶风格比较彪悍呢？你会发觉刚刚我们等这一下，后车已经按起了喇叭，所以整个兰州的驾驶风格都是比较激进的。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右转路口的大掉头，那前面还迎接我们呢，还有这种窄路掉头以及小掉头的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面临了一个车流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掉头场景啊，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这台 S9T 会非常想向右借一把，但是发觉右边有车辆出来之后，那横行的车辆我们也是一把转过来了，哇，非常棒，非常棒啊！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拖泥带水的感觉啊，非常的丝滑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倒退的这种行为啊，直接一把就转过来了，而且在转过来之前，他非常非常的想要向右借一把。那同时呢，他其实有细微的调整，但是因为刚才被这台车挡住了啊，不过还是调整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角度，让我们一把来完成这个窄弯掉头的这样一个场景。OK， 那我们在隧道里面，它也会智能的避让一下大型车辆，因为你会发觉，在这个道路条件里面，这种大型车辆对道路的侵占会比较多，甚至侵占到我的车道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避让还是十分有效的。
想借 S9T 这个固态激光雷达确实有点东西啊。我们贴整个路边，在这种巡航的感觉，你就感觉好像是坐过山车的这种轨道一般啊。它离路边非常非常近，就代表它对路边的这种把控啊，这个固态激光雷达对侧面的扫描的这种精细度非常非常的高。哇，那我们现在路线呢？来到一个非常收缩收窄的路口啊，这个路口的窄的程度，甚至我觉得，有点惊险，跟这台车车宽感觉差不多。哇，这过来啦！哇塞，哇塞！我自己过可能都得，就是开个全景影像看一下这种。那今天在兰州城区呢，体验完了想借 S9T 这个城市地面的辅助驾驶之后呢，我觉得华为的 ADS4 确实是有点水平的。那首先呢，就是它对于细节把控的非常好，因为这台车呢是有着36个高精度的传感器，那所以在兰州市这种城市道路较窄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离周边的这种护栏也好、隔离带也好，距离都是相当之近的，但是它又可以把距离保持得刚刚好。那同时呢，又有这种贴着轨道稳定前行的这种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这台车在窄路掉头这种场景上呢，的确它像一个老司机一般啊，会习惯性的向右带一把啊，毕竟这是一台车长5米多的这个旅行车，对吧？所以对它来说呢，一把掉头就算是非常非常顺畅的了。那以及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辅助驾驶的测试呢，全部都是放在敏捷模式下来进行的。毕竟在一个驾驶风格如此激进的城市，我觉得放个敏捷也不过分吧。这次体验下来，想借 S9T 的纯电版续航还是相当扎实的。高速为主的混合路况下，实际能跑628.7公里，这还是纯电版的想借 S9T。要是换上一台增程版的啊，咱们的续航会更能跑。因为增程版的想借 S9T 呢，它的纯电续航就是354公里，那综合续航能力直接突破了1305公里。照这么看啊，跑个1200多公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想借 S9T 的续航，我觉得可谓是相当扎实了。开着想借 S9T 旅行啊，无论是纯电版还是增程版，说实话我都不会有里程焦虑。那并且呢，华为的 ADS4 在城市和高速它的适配都相当的成熟。那作为一台旅行车，实用性和智能化呢也都相当的在线。那我觉得想借 S9T 这么看啊，已经不只是能跑能装这么简单了，它可以舒舒服服的带你去享受诗和远方啊。所以这样一台承载自由的旅行车，究竟会卖一个什么价格？哎，说实话，我现在呢是相当的期待。有人说旅行车是生活的自由通行证啊，带着我们冲破日常的枷锁，驶向远方。那不需要赶高铁的早班，不需要迁就航班的起降，想停在山间无名的溪流边煮杯咖啡，或者啊你在海边公路追一场完整的日落，只需要打一个转向灯，我们就可以实现啊。那窗外的风景呢，从城市的楼宇逐渐变成郊野的林峰，座椅呢把身体裹得更严实了啊。那其实我觉得买一台旅行车啊，目的地不重要，因为在路上的每一秒都是向往生活的一种自由，只管享受风雨自由就可以了。我想这就是买一台旅行车的意义吧。